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战略吵架刚结束，金正恩就出场了啊，这是一个延续性的新闻啊，那么有一定的戏剧性。新华社新闻稿，受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指派啊，那么中联部部长宋涛3月22号在北京应约会见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那么对不起，李龙南转达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致习近平总书记的口信，全面通报朝鲜劳动党8大情况，高度评价中国党和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成功抗击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灭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啊。然后就朝鲜金正恩表示将朝中关系加强和发展为世人羡慕的关系，以友谊和团结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那么是我及朝鲜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立场。朝鲜方面坚信朝中友好关系将按照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意愿、根本利益得到深化发展啊。然后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正恩总书记的口信啊，后面是一段客套话，我就不念了。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作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中方愿意与朝方和有关方一道啊，这里有关方一道有意思啊，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这条新闻稿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中美战略对话啊，我叫它中美战略吵架啊，一结束啊，那么朝鲜方面就出来了啊，朝鲜金三胖啊，金正恩就跳出来了。那么我们评价一下啊，第一个，中国官方媒体把这条新闻放得很大啊，新华网放头条，生怕美国人看不见啊，不重视啊。那么人民网就没放啊，所以说明这是对外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带口信啊，这个新闻稿是带口信，带口信是去年5月份开始啊。中朝两国进入战略冷淡期之后啊，双方的一个沟通方式就是带口信。那么中朝两国关系好的时候，当然就是互访啊，就是总书记互访啊。那么以前就是经常互访啊，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可以写信啊，打电话都可以。但是现在已经双方冷淡到只能带口信了。带口信就是既不打电话也不写信啊，就是派个人来传话，传话就带口信啊，说明双方还处于冷淡期，战略冷淡期。这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是朝鲜方面主动啊，那么中国就安排谁呢？安排宋涛，中联部是中共的组织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啊，那么安排宋涛去接待啊。接待这是一个亲近的表现啊，因为中朝关系越亲近，他们就是两党的关系就亲近，用两党来对待，那么就是亲近的关系啊。如果按照外交部来接待，那就是不那么亲近啊，就是公事公办的意思啊。所以安排中联部宋涛，而且宋涛也经常去朝鲜啊，所以应该比较熟啊。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条新闻是向美国发信号啊，发什么信号呢？我要打朝鲜牌了啊！注意了，我要打朝鲜牌了啊！那么习近平后面这番话是有意思的啊，他怎么说呢？本来呢，如果朝鲜给中国这个金正恩给习近平递口信，那通常是讲两国关系啊。那么习近平
整个的金正恩的口信全部都是讲两国关系，然后习近平的口信呢，不仅讲两国关系，还在讲半岛和平啊。半岛和平跟两国关系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那半岛和平是对外，对韩国，对那个美国，甚至当然也可以对日本。那么你看，就是其实这两个人讲的话是对不上的。理论上，这个习近平把这个前面这段话就讲完了啊，讲完了就是客套话讲完了就完了。他后面加一段，中方愿意与朝方和有关方一道，哎，这一下子就跑到中朝关系以外去了啊。那跟谁呢？那当然是韩国跟美国啊，坚持朝鲜。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啊，这就一下子就跑出了中朝两国关系的范畴。那么他说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这是说给谁听？这就说给美国听。你要解决朝鲜问题，我愿意帮忙，就这个意思啊，整个话就这个意思。这个态度呢？是积极的啊，就是说，不是顺向思维啊，就是说，朝鲜如果搞事，我可以帮你啊，帮你解决摆平啊。那么朝鲜基本上在去年以前，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朝鲜是中国拿来制约奥巴马也是拿来制约小布什的非常有用的一张牌啊。那么也是中国手上的少有的几张牌之一啊，那么算是大牌啊，在中国手里算是大牌了啊，大牌。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出这张牌，当然明面上是朝鲜来找中国，那肯定是中国在桌子底下已经安排好了，让他来找中国啊。那这个时候啊，把这个金正恩拉出来跟美国说，哎，你看这里个小弟弟，他怎么手上拿个东西，这个弹弓会伤人的，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两点啊。第一点，中国的判断啊，中国的基本判断是什么？中美关系非常严峻，到了要出大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再不出大牌，可能这个局就不太好弄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看啊，就是当时的布林肯访问韩国的时候，金宇镇就跑出来啊，说了一段话啊，说一段什么，如果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你们就没什么好日子过，就这意思啊。其实当时的这已经是一个姿态，因为美国国务卿访问韩国有意义啊，对朝鲜是有意义，但是没那么大意义啊，因为这个它的主要的意涵是针对中国，它不是针对朝鲜。那它是不是有朝鲜的意义？也有，但是主要的方向大家都知道，它主要方向还是针对中国的。那么那个时候金宇镇跳出来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就是朝鲜方面也是向中国递一个投名状啊，说意思就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啊，这也是这个态度啊。那么总体来说呢，朝鲜牌其实中国之前为什么会中朝两国会进入这个战略冷战期啊？中朝进入战略冷战期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牌对中国已经不那么好打了啊，不那么好打。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金正恩跟他爸跟他爷都不一样，不那么容易控制。不那么容易控制呢，中国的方面呢就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你想，中国对朝鲜的支援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看看那列车不停的往朝鲜拉货，就是这种级别啊。那么他付出代价中国对朝鲜付出代价是很大的。那么他付出的代价，但是金正恩又不那么听话，不那么好控制啊，经常这个捅娄子，关键时候掉链子。
关键时候掉链子，中国这边就觉得这张牌不好打啊，这是一个方面，代价那么大，但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啊，特别是他跟这个川普的会面，几次会面，应该中国都被踢掉啊。中国被踢掉的情况之下，中国就觉得心寒啊，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跟别人勾勾搭搭，还连我都不说啊。这个这是中朝进入战略冷战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东亚地区的布局，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日本的工作中国做不了啊。日本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是韩国不同，韩国呢就不那么坚定啊。韩国不那么坚定的原因是因为文总统文在寅的这个亲中立场，文在寅的亲中立场也是面对现实，因为他靠着中国，虽然有美国驻军，但是他跟朝鲜是血缘的亲近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战略支点啊，就是朝鲜半岛作为一个战略支点，他要用韩国的这个影响来影响美国，所以他打朝鲜牌的时候，朝鲜毫无疑问旗帜鲜明的要求中国，你要是跟我玩，你就不能跟韩国玩，它变成有个二选的矛盾在这里。之前呢就支支吾吾拖拖拉拉啊，用给东西的方式来摆平，但是慢慢的发现这个问题摆不平了，摆不平呢，所以中朝之间进入冷淡期。那么其中还有原因是韩国因素啊。那么现在没办法了，这张牌得打了，就算是对韩国有影响也要打。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严峻啊。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形势非常严峻啊。有多严峻？应该比川普时代还恶劣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形势的判断啊。那么中美战略吵架给中国也带来了一些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我们从两个方面能看出来啊。一个方面就是两国对这次会谈的评价啊，他们差别非常的大啊，差别非常大。布林肯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美国方面已经达到了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向中国表明，这个我们对你的行为不满意啊，这是一个就施加压力啊。第二个就是向中国表明美国的政策啊、优先事项和世界观啊。然后呢，虽然双方有一些就是而且美国布林肯说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弹我们是预期到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这些根本性的这些领域包括什么呢？新疆、香港、西藏、台湾，这都是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有根本性的分歧，那根本性的分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双方一定会发生强烈的对抗啊。所以他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抵触式的回应啊。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在经济、贸易、技术方面正在审议这些议题，那么决定我们会推进我们的利益。话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工具都在审查，看这些政策工具怎么用，这其实是一种危险啊。那么所以这是布林肯美国方面的陈述，美国这方面的陈述讲得很清楚，我们之间有根本分歧。其实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发生激烈的摩擦啊，激烈的对抗啊。然后新华社3月20号发一条新闻稿，很长的新闻稿啊，基本上就把基本上把这个王毅跟这个杨洁篪在会上的那段话，把它画了一个妆，然后再贴上去，然后再贴了一个什么呢？贴了所谓的成果啊。他这么说，双方围绕着各自内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坦率、深入、长时间、建设性的沟通。双方认为对话是及时的、有益的，
加强了相互理解啊，这是化妆啊，这是化妆。然后他讲了8个方面的成果啊。第一，双方都希望持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啊。这第二个，双方均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合作，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啊，这是唯一的成果啊，这是唯一的这次战略对话战略吵架唯一的成果，就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工作联合工作组。然后第三个，美方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啊。第四，双方这是中国又在做文字游戏，他是这么说，他说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其实美方的表述是很简单，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啊，这是布林肯的陈述啊。那么他就把它改了啊，中国就把它变成了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啊。这个中国在外交上是没有底线啊，没有底线啊，不诚实。4，双方探讨了各自外交领事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做出对等安排。第4，双方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了商谈啊，就是没结果啊，意思就是没结果。第6，双方讨论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相关旅行和签证政策，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来正常化事宜，还是没有结果。第7，双方还讨论了经贸、两军、执法、人文、卫生、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伊朗和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题，同意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也没有结果啊。8，双方表示将围绕着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活动加强协调磋商啊。基本上中国的新闻稿呢，尽量呢让中美战略对话看上去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啊，但是双方的这个分裂和对抗其实难以掩饰啊。那么当然这个唯一的成果我刚才说了，就是成立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这个呢其实是符合拜登政府的胃口，说明呢你从头到尾看完之后，你说明呢其实中国的这一场这个阿拉斯加之旅其实是一场巴结之旅啊。那么所谓的强势就是给国内粉红的上眼药啊。那么现在外界有一个流传出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双方画红线啊，就是我给你画红线，你给我画红线。那么中国给美国画了一条红线，就一条红线。这个外面说啊，我们这个台湾问题不能讨论了，这都没有画，只画了一条红线。这当然是桌子底下的，是什么红线呢？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制度安全不容损害，这是中国给美国画的唯一一条红线。那美国给中国画了4条红线啊。第一条红线，不可以武力统一台湾；第2条红线，不可以攻击美国或者盟友及其盟友啊，这第2个。第3个，不可在尖阁诸岛问题上对日本诉诸武力。第4个，不可在南海推进岛礁军事化建设。这个我先声明啊，这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这不是我们新闻本身。我讲这段话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这些传言呢，反映因为其实这个四条红线经不起推敲。为什么经不起推敲？因为它重复。你比如说第二条这个红线说不可以攻击美国或者盟友，那你又说叫尖阁诸岛干什么？尖阁诸岛没有意义啊，因为日本就是美国的盟友啊，你已经涵盖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它不需要第4条、第3条啊。所以还有就是南海岛礁已经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南海岛礁不是很严重，美国基本没有把南海岛礁那些军事化的设施
看得很重啊。为什么？因为一发生冲突，这些岛礁就会迅速的被摧毁，因为它没有防护能力，所以中国国内才会把南海岛礁军事化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棋子。其实这个棋子没有价值，但是这种传言呢，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外界对中美战略对话的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是什么？就是有阴谋，有阴谋，有秘密交易。但我不相信这个秘密交易，我只是念给大家听啊。那 Political 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刊物啊 ，Political 评价说阿拉斯加会谈是美中双方的一次摊牌，我同意这看法啊，其实是一种摊牌啊。那么摊牌之后呢，双方呢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各自采取行动啊。当然，中国最新的行动就是把金三胖拎出来了啊，要打朝鲜牌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公布今天就3月22号到25号，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部长级会议啊。那么与欧盟领导人会晤啊。国务院说啊，这次会议将讨论北约2030改革报告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切，以及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啊。能源安全就是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啊。布林肯也将借此表明拜登政府加强同盟国关系的决心啊。然后前一天发生什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月22号到3月23号对中国进行访问。那么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年。那凤凰网说，中俄因为有了彼此，不会孤独啊，可见中国跟俄罗斯是多么的孤独啊。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上个星期是俄美关系的转折点啊。那么美俄关系降低到了历史新低啊。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了一份报告，说这个普京直接下令干预美国去年的大选啊，而且目标是针对拜登啊，尽量阻止拜登当选啊。这是这份报告。然后拜登总统在接受这个电视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你觉得普京是不是个杀手吗？”他说：“是的，我认为是啊。”然后俄罗斯就召回驻美大使然后就有了什么呢？然后就有了拉夫罗夫访华的安排。拉夫罗夫会和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为期2天的会谈。那么3月22号，他已经到了中国的桂林他们会谈会在桂林谈。那么网上已经有这个拉夫罗夫在这个坐游轮这个游漓江的这个视频啊，还戴口罩，但口罩据说是生日口罩。他3月21号，拉夫罗夫71岁生日啊，那他的生日口罩是记者送的，应该是俄罗斯随行记者送的。这里面有中俄之间在谈什么呢？如果具体的内容来谈，第一个应该就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续签因为它20年到期了啊。那么续签，王毅是这么说的，王毅说，中俄双方已经商定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啊，那3月17号王毅说的啊，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将是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说明什么？第一个，这个友好条约会续，这第一个。第二个，会增加新的内容。那么这次两国外长谈判在一起谈2天，应该是新增加的内容，去更新这个条约内容。更新条约的内容应该有什么？应该有美国针对美国的内容在里头啊。那么这就是拉夫罗夫
这中美之间发生了问题，俄美之间发生问题，于是中俄两国呢就抱团取暖。那么俄罗斯是中国的一张牌，那么中国也是俄罗斯的一张牌，谁打谁还不好说呢啊。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中国现在的处境，凤凰网这个说这个因为有俄罗斯，中国不孤单啊。但是另外一条新闻也反映出中国的这个处境啊。那么这个3月22号这个北京第2中级法院对加拿大的2名麦克之一啊，就是那2名人质啊，那么前外交官康明凯进行审判，涉嫌刺探中国机密和情报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审判。那么这一天，26个国家的28名外交官来到北京第2中级法院的门口声援加拿大啊，28名外交官，那么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捷克啊。那么美国驻华大使负责人叫柯有为William Klein， 站在加拿大的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的叫倪杰明的身边跟记者讲，他说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说过，有关康明凯和斯帕佛的案件，美国将这两人视为美国公民啊。你知道美国政府对美国公民是什么态度啊？视为美国公民就是要保护他们，要支持他们啊。然后这个拜登总统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次通电话，2次都谴责中国拘押这2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啊，并且向特鲁多承诺，美国将会提供帮助和支持啊。然后就是布林肯2月15号跟加拿大签署这个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上任意拘押的宣言啊。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不复杂，是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留了这个华为的叫什么副总啊，财务副总啊，那么孟晚舟就是这个孟晚舟之后，中国就把这2个人抓了啊。然后大家都认为这2个人其实是这个中国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人质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反映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一些共同的议题，他们开始互相支持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另外一个影响更大的是什么事？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说，这个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号举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这叫2+2会谈当中确认了一件什么事情？确认在台湾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会跟美军密切合作。这个报道是这么说，他说在2+2会谈前，双方国防部长的会议上其实是在2+2会议之前，国防部长先碰那么奥斯汀主动提出台海两岸冲突的议题然后这个台海两岸冲突议题之后，就出现了日本表示说会密切合作那么岸信夫在会谈中提出说最近飞越台海中线的中国军机突然增加了很多美日双方一致认为，如果局势更加紧张，可能会爆发武力冲突。他说，日本地理位置靠近台海，一旦发生冲突，日本的和平和稳定和日本的公民安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必要研究自卫队能为前往支持台湾的美军提供协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么报道还这么说，他说日本政府内部认为，如果坐视不管，台海冲突恐将演变为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因此，日本正在研究台海危机时日本派遣自卫队保护美军军舰和军机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参战啊，也就是说，日本正在研究加入到美国维持台海地区稳定的一个这样的这个行动上来。这在日本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改变啊！日本基本上在此之前，日本的态度就是中美之间，然后就是台海之间台海两岸之间，日本基本上不介入啊。日本可以站在美国的一边，但不出手啊，条件就是不出手，以不出手为这个条件。那么这次改变就是日本不仅仅是出手，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出手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2个，第一个地点就是台湾台海地区，就是两岸关系之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这2个条件。在这2个条件之下，日本会出手，而且他不仅仅是出手，他是派军队出自卫队，所以这是个非常重大的改变。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一些主要的盟友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你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基本上跟所有的人的关系都搞坏了日本的关系搞坏了，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关系搞坏了，印度关系搞坏了，然后就是我刚刚发生的是法国法国就是法国大使战狼外交又把法国的关系搞坏了，现在大概没搞坏的关系可能就剩下德国德国。那么你可以看这一系列的后果是什么？一系列的后果就是中国会很孤独，很孤立会被孤立。你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不表态的是韩国不表态的是韩国，但是韩国这一块他扛不大住的，因为只要朝鲜的问题闹腾起来，韩国就没有立场，立刻就要改变，因为他面对的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朝鲜，而且朝鲜不可预测所以更危险。所以朝鲜的处境，他没有，其实朝鲜没有更多的韩国更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体上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我们总结一下2条。第一条，中美战略对话结束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更加严峻那么中美关系更加严峻，双方都开始进行我们叫战略资源的整合战略资源整合这就是2个大国要进行对抗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盟友拉到身边来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部署和行动那么中国手上呢，就是一个是朝鲜牌，一个是俄罗斯牌那么美国手上的牌就更多一些更多一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这个态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中美之间的态势不是变得更加缓和，而是更加激烈这就是结论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订阅免费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明谢 Ancon 谢谢好，观点。中方除了会把韩国彻底逼入美国怀抱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结果。目前亲中的文在寅支持率只有在 34% 左右，创新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对文在寅的厌恶和对韩国民主党的厌恶。OK， 观点，
从78年华国锋上来以后，中国不答应东北送给朝鲜，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想象的什么亲兄弟。另外，中国是拉着美国对抗苏联，朝鲜是拉着苏联对抗美国。这种关系下，中国与朝鲜怎么可能有关系好转？把东北交给朝鲜啊？谁想的？谁想这么干？中国要是没了东北，那北京怎么办？北京不是太危险了吗？啊？观点：如果朝鲜真的要蠢蠢欲动，主要是看到了美国这届政府的软弱，这也是中共敢闹场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判断对形势。美国政府软弱吗？我一点都不觉得美国政府软弱啊。你觉得天天喊口号就是强硬吗？强硬没有用的，你得管用，得有政策啊。这个网友看法不符合政治现实。提问：中共对美国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游说团体，包含布林肯也成立了游说公司。中共还有所谓的第三梯队。现在中美关系如此严峻之下，中共是否会动用这些力量？第一个，布林肯是在他没有在政府的时候，他在做的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不能拿来说啊。第二个，游说团体，中共通过游说团体来做工作，那你就完全不了解这个形势啊。中共是不可能用美国的游说团体来做美国政府或者美国议会工作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什么？这个政治影响太大了啊！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第一个，中国政府不会这么干，中国政府有另外一个办法啊。中国政府针对美国有3个层次的这个工作方式啊。第一个层次就是外交，正式的外交关系啊。外交，中国外交部有若干个对美工作平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个平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是个平台，它有若干个正式官方的平台，是做美国各个层次工作的啊，就是官方的平台，包括中国外交部，包括中国的驻美使馆，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力量非常的庞大啊，这个力量非常的庞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准官方的这个团体很多啊，那么中国的各种官方机构找美国的智库，找美国的大学，找美国的企业成立，包括找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成立各种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做美国的工作，这是第二层啊，这是第二层，这就我们叫准官方的机构。第三层就是民间外交，就是人民外交。人民外交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政协，通过什么同乡会、同学会，那么几十万，在美国有几十万个这种，上万个，不是几十万，上万个这种组织，什么中青会、同乡会，什么侨办的各种啊，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全部都是，这叫人民外交。和美国社会进入全方位的沟通，所以中国对做美国的工作有3个层次的工作，当然还有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就是做人的工作，特定啊，这个新闻集团的老板啊，派个人去嫁给他啊，这是个好办法吧？哈，比如说这个赵小兰家里是做什么？做这个造船业。好，那我们就想办法，我们这个是不是跟他搞点订单，双方建立一种关系，做人的工作，一个个关键的人物找到。中共最厉害的其实是搞关系，搞关系是中共的强项。因为什么？中共就是这样的氛围啊！你知道中国里面，在中国上上下下都是搞关系的，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熟练，驾轻就熟。所以搞关系，盯住关键人，搞定关键人，通过关键人去影响这个政策，这是中共的，这是核心
然后围绕着这个核心，官方的外交部官司层面的、半官方的、民间的全面动，比你这个游说团体那强10000倍啊！提问：朝鲜拥核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中国周边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加上朝鲜都拥核国家，这中国想要的周边安全环境吗？中国不害怕核武器，中国是少数几个不害怕核武器的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害怕核武器？核武器叫什么？核武器叫做大规模杀伤武器。大规模杀伤什么？杀伤人民。所以美国是要盯住这些有核武器的国家，如果流氓国家不能让他有核武器，因为会杀伤到我的人民。中国是少数几个不害怕核武器的国家，因为中共根本不在乎人民的生命，所以中国根本没有中国的支持，朝鲜是不可能成功的研制核武器。核武器一定是在中共的支持之下才得以成功所以这是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就是当中美之间的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中国觉得要把朝鲜这张牌升级，就是原来只是个尖儿，现在得上升到小王，就给他什么搞定核武器，这张牌就变成了小王，理解吗？所以是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会让朝鲜去拥有核武器，是要让这张牌变成小王就是这个意思对于中国来说，他根本不在乎别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对他没威胁情况一，我是80后，我这一辈表兄妹6个结婚的只有2个，第2代也就表兄妹2个，上海亲戚家第1代3个，第2代3个，没有第3代2，朋友是公务员，说到打疫苗，他说没办法不打，政府需要数字 ，OK， 人口问题这是人口问题。提问：各国领导人都在带头打疫苗，请问人民领袖是不敢打、没信心，还是真有基础病不能打？我觉得早就打了吧，我理解就人民领袖早就打了，第一批打的应该是人民领袖或者是说，这不用打国产的嘛，怎么打也是进口的吧？我觉得是这样提问：为什么习近平在两会上要继续加大内蒙反腐？这是有什么政治意图吗？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有期专题的节目，再讲这个好吗？我们不重复观点：只要有人把头条新闻之类的国内洗脑新闻翻译成英文，可以就叫中国如何看世界，全世界就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提问：中美对话结束，突然和俄罗斯大使在桂林会晤，王老师怎么看？我们节目里面有讲提问：据西南广播电台报道，基民盟联邦议员Nicholas 在为企业牵线搭桥向中国买口罩时，收取了25万欧元的回扣，引发民众不满。德国口罩丑闻不断发酵动摇了人们对最大执政党基民盟和这个基社盟联盟党的信任。现在已经有多位联盟党国会议员落马，是否会影响美国大选？红绿黄联盟是否会赢得大选？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关注到这个议题。但是这个丑闻肯定会影响中国跟德国的关系你想一下就知道这个德国的关系。那我刚才讲，好像德国还没什么反应现在会有反应中国现在我相信中国会有一些孤独了观点：中国如果按照现在的执政线路走下去，国民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那就是坐等中美开战。虽然不愿意这样，但不可避免。我觉得中美短期之内不会开战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没有想好要跟中国开战
美国没有，我不觉得美国人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中国打一仗，这个是肯定没有发生啊。就像二战时候，美国也没有想参与二战，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才发生了美国参战的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美国并不是一个非常积极参与一场世界大战的国家。虽然你可以看到中间美国不断的介入各种武装冲突，但是跟战争没有关系，都是他把别人摁在地上打。那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一场战争，那就不是把中国按在地上打的问题，中美之间发生战争，那是肯定是一场世界大战。那美国是不是想好了打一场世界大战呢？我觉得美国没有做好这样的想法，美国人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经常有网友说中美之间打仗，我觉得中美之间打不起来。怎么打？谁打？是美国打中国吗？我觉得我没看出来。中国打美国那不是更早死吗？特别是在台海，经常有人讲在台海这个武统啊，什么这个那，中国的渡海作战自己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你怎么渡海作战？怎么武统？武统不用渡海作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就尽量的讨论政治问题，不轻言战争，战争没那么容易爆发，它是一个过程，战争爆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双方之间的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觉得这有可能发生战争。现在怎么可能发生战争？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不要轻言战争，好不好？观点：中国有2套方案，一套是美国强制中国兑现曾经所有的承诺，那他就闭关锁国；如果可以拖，他就继续在全球化中占便宜。提问：难道中美真的是奥巴马时代回来了吗？奥巴马时代回来了，你说啥？你肯定没有看我们的节目，看完我们的节目再说好吗？观点：王老师对中共的伎俩表述一针见血，谢谢。提问：朝鲜的问题可以用核武卡住，请问台湾问题可不可以用核武卡住？你说的卡住是什么？你说的卡住到底是什么？怎么卡住？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观点：前几天加入微信同学群，几年下来发现95%的男同学朋友圈里从来不提孩子，女同学100%只有一个人晒娃，从来不见父亲出现，感觉很不可思议。难道都是单亲吗？可见当今中国家庭观念薄弱。王老师上次的节目说的非常对。另外，没有父亲参与的成长，难怪现在中国男孩都很娘。可见未来的战狼也正剩下口头上。为什么女同学只晒娃，或者是只晒自己，不晒娃，也不晒父亲，或者是她老公？因为这些女生还抱有幻想，对外面的森林还抱有幻想，或者是对那片森林，展示她的魅力，她有不良企图啊。那么为什么不提娃？你看中国的男人有没有提娃的？没有，很少，很少，除了我以外。为什么？还是那个家庭观念啊！你看中国的朋友圈，这个已婚男女看上去都像单身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状况情绪从中共外交表演开始，感觉中共国如今的心态和1932年日本在国联上挑战国际秩序后的日本国内的狂热心态像镜像一样类似，对中共国未来感到悲观。观点：我的弟弟在外岛当兵，台湾海峡的风浪非常大，平底的登陆艇非常难以跨越，大概能够渡海作战，就是以台湾海峡而言，能够渡海作战大概只有2个月左右，2个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个很大风浪的一个区域，海象非常的海象非常的差为什么？因为它是个
它是个通道，两边水来水往啊，所以它海象非常的困难，所以它渡海时间只能是2-3个月的时间，然后渡海的地点也就是那几个地方，不多的，不超过10个登陆地点。那你想一下，只有2-3个月的时间，然后只有不超过10个的登陆地点，那么容易你就武统了吗？你试试看。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真的那么了解啊，就那么精通军事，但是我们要有常识啊，非常重要。我们有常识就可以了。观点情况啊，广东番禺一男子引爆炸弹，造成5死5伤，社会情况已经越来越糟糕了，以命相搏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这个，我最近也看到一些视频啊，这些视频让人看得很不舒服啊，就是很不舒服。我们不仅仅讲的是治安的问题，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状况，就是社会氛围啊，这种社会氛围就是红卫兵当领导啊，这个社会就像文革啊。情况，巴基斯坦总理打了国产疫苗，今天确诊武汉肺炎。我在推特上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打完疫苗之后要2到3个星期，疫苗才能帮你产生抗体，所以呢，打了疫苗不能够马上产生保护，所以呢，巴基斯坦总理打了中国产的疫苗，然后他确诊这个武汉肺炎，不一定表明这个疫苗呢没有保护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提供一个背景，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西安，西安有一个第8人民医院，西安的第8人民医院是定点的这个收治武汉肺炎病人的医院。那么其中有他们的里面的这个负责检测的一个医护人员，姓刘，他是已经打过了疫苗，而且打了很长时间的，早就打了，然后他确诊武汉肺炎。就是他这个医护人员，新闻里面，中国的新闻里面报道说什么呢？说他是不小心暴露在这个这个医院第8人民医院里面有8名确诊的武汉肺炎这个病人，但是他说的是8名确诊，那么没有通报出去的病人有多少？没有说。那么，然后这就有一个这为什么这个医护人员打了这个疫苗仍然会感染，而且他是个医护人员，理论上来说，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备应该是比较强的啊，但是还是确诊了1例，这个让人怀疑啊，怀疑什么呢？怀疑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没有暴露出来的这个疫情。情绪，这次拜登政府对加拿大2个麦克的支持让我非常感动，这是川普政府忽略的事情，是忽略吗？是忽略吗？观点，版图主义可以用来攻击中共，同样会刺激出各种民族主义。各个边缘区域的谈判情况不同，有些是出卖领土换取共同利益，有些是正常的领土谈判。OK， 观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外交核心就是为了习王毅杨洁篪等当权家族的利益。从习近平的智商来看，他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子孙万代荣华富贵，不被美国等现代国家打扰。OK， 提问，中共会在今后的持续经济恶化中破产瓦解吗？没那么容易吧。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啊，回头我会介绍给大家，就是一些迷思啊，对中国的一些迷思。那么我们经常也会很多网友提出2点，一点，就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第2点是中共会不会崩溃？
我经常给出的答案就是中国经济没那么容易崩溃啊。现在的说法是两头，要么呢就讲中国经济马上就崩溃了，要么就讲中国经济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这个霸主，这是一种说法。这就是你要么跑这头，要么跑那头，现在没有中间地带。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就是中间地带，它会慢慢的萎缩，但是它没那么容易崩溃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中共也是一样。中共有些人讲啊，中共非常强大，中国非常强大，中国非常强大，中共也非常强大。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中共马上就崩溃了，也是这头跟这头，中共也没那么容易崩溃瓦解，所以这件事情可能都在中间发生啊。情况身边很多人都在讲，现在的社会像文革一样，其实都很反感。OK， 情况，天津第一大国企天津物产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天津物产负债是资产的3倍，普通债权清偿，等待要10年以上，这个已经破产了。这家公司出问题已经超过5年时间，到现在还是破产重整。它不是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可见国企破产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啊。然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鸣谢一下麦猪，谢谢。好，在我们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